分别一样，没有做出换别。来看一下 AG 先班先选，詹文玉教练怎么 BP。这把 AG 在蓝色方的话，从剩下的英雄来看，他们很可能会直接一楼拿个大司命，然后去看一下你秦九红色方后面怎么做阵容。对，沈梦溪先送上班位。秦九这里鲁班大师依旧不给，看他后面是不是要再搬一个空空儿。 AG 是搬了一个朵利亚，朵利亚的话看秦九第2个班位了，看秦九搬不搬这个空空儿。这个空没搬的话呢 ，AG 是可以拿的。AG 拿空空儿的话，他这里可以去配戈亚。女娲，他不着急，因为秦九这边空空儿已经用过了。是的，而且女娲这个点拿出来也是可以配空空儿的，对，都是能接爆发型 combo 的英雄。而且这个版本有一个调整过的英雄盾山比较怕女娲，这个英雄确实是拦截他，让他很难去打出很好的效果。公孙离，公孙离加太乙了。公孙离的话打女娲还可以的，可以用2技能去挡大招，对，也灵活，容易团战的时候摸到女娲。这一把的话 ，AG 是没有把公孙离给搬掉嘛？是的，他是把朵利亚给处理了，不想给他朵利亚这个强点。乾坤倒转。那 AG 的话就直接用仓去对位公孙离，然后再选一个鬼手空现儿。发，现世。 还是做出了在下路发育路的一个 counter 吧，但是红色方的公孙离你不好估算他的定线，他到底是在哪条线上？是的，前期比较灵活，他可以去到上路、中路都可以。狂铁做强一个对抗路。那这把的话，感觉 AG 这边他要么就是给坦然拿一个关羽，拿个杨戬，然后再出个野合，要么就是出个谭野。 然后在边路上来一手姬小满，姬小满或曹操，曹操没了那就姬小满，这种好切公孙离的是那个对抗路。AG 的话则是处理掉了不知火舞，这种前期节奏强的，那这把他已经出了一个太乙了，如果再给一个不知火舞的话，这个中辅的作战能力太厉害了。是的，而且今天9横的主动性还是很强的。 在找机会。这把秦九如果说考虑到打 AG 他这个女娲加仓的话，他打野上感觉可以来野合进或者马超。进班了，秦九再搬了一个关羽，已经2班坦然了。曹操加关羽这一班，那最后一班应该也是要搬个对抗路，看他是搬姬小满还是搬杨戬。杨戬，还是更多的就是关羽和杨戬的考虑，就是可以配到野合的这2个站边。对。 毕竟 AG 这里蒙恬用过了，你剩下好配的也就是关羽和杨戬。AG 把甄姬搬掉了。甄姬搬掉的话，那说明这边自己打野位想出凯或者袁坦。对，这2个英雄都不错，因为在中轴的位置上，女娲还是比较拖的。 对的，他需要在打野位置做个强点。如果是配空空儿的话，拿袁坦会拿得多一点，但是控制链会比较足。海月来封了你一下，这个海月的话也是用来去卡 AG 一手对抗路的。对。而如果你是袁坦或者凯的话，他也可以把你拆了。是的，我直接把你打野拉走，我自己这边打野也好抢这个龙，对，可以抢龙。夏洛特，哎，这海月真的选的一举2得啊。对的。 海月的话，盯站边切 C 很好用，然后卡打野，然后拼惩，能让自己也有优势。他甚至还能跟空空儿博弈的。对。那看秦九最后一手，哪吒直接去飞对面后排，因为发现自己阵容上，他必须得补一个对对方 C 位有威胁的打野。你前置位，首先海月这英雄你是摸不到对面 C 位的，然后同时的话，狂铁这个英雄你去切对面 C 位，往往也都是一波技能打完切不死的，那就。 只能在打野上去这么补。对，这个英雄确实是跟中艺不一样的独立英雄池。安琪在夏季赛的话是拿了6把哪吒，胜率50%，确实是安琪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英雄，而且也是冲后排比较好用的英雄。那就只能看他这把哪吒的发育会怎么样了。哪吒这个英雄的话，对比上 AG 这里的袁坦，他在前期上还是要弱的，要刷。 这个英雄不要被他的外表欺骗了，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前中期很猛的英雄，但是他没钱真不行。对，
他只有10分钟那一波，如果是身上有2件套加上一个大野刀的话，到时候冲后排才会有着很强的冲击力。刚刚镜头给到了小鱼，小鱼和坦然他们俩的话，在这次年度总决赛，在 AG 大师轮换上场的情况之下，就仅输了1次，就是用达摩和狄仁杰的那一把，然后后面出场的3次全部都获得了胜利。坦然的话也是在出场之后拿到过2次 MVP。这把夏洛特在中后期的带线上 ，AG 这一方将会有很大的优势。对，他不管是打狂铁或者是打哪吒，都是一个现优的状态。这主要就是这个夏洛特的选择选的还是比较妙的，因为当我们在猜嘛，我们在猜中艺他这局比赛跟坦然2个人，他到底是会选择在后3个版本没出来之前，他是否会选择一个比较偏肉的边路，然后因为狂铁被拿了。对，狂铁被拿了，对吧？自己也用了，然后自己也用了，然后再加上边路的话，杨戬也被 ban 了，然后关羽也被 ban 了，然后这2个是比较好用来去搭配野合的英雄都被送上了班位之后，然后于是乎就转了一下，然后中野再拿原坦，然后让坦然拿夏洛特，但这也是坦然在这次年度总决赛自己第1次拿出夏洛特来。是的。九寒这把的话，他这个海月也得小心一点。感觉这套阵容里面，其实 AG 他有可能会把这个开团目标放在海月身上。就第1波直接上去看空空儿有晕眩的时候，就直接过去可以摸海月，给他一套控住，中期的时候是可以直接给海月秒掉的。双方的第4局，目前成都 A 少王会的赛点。同样，秦九在今天是打破了自己在年度总决赛的连败，小局连败。9小局连败的话，在今天的第1个小局就赢了下来。但是在后续的2局比赛当中，他们依旧没有能够赢，还是比较可惜的。看看这一局比赛了。进入比赛，蓝色方成都 A 少王会，红色方同样秦九，我是9瓶子，我是解如黄超。开局的话，先避开一手对线，换线，让公孙离避开何仓的对线。然后他在上面打夏洛特也好打。通常我们说夏洛特打苍啊、打戈亚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他遇到公孙离是真的没怎么办。是因为公孙离位移太多了。对，他的贴脸想过来吃兵线的尾刀，就是被公孙离给点了一套。然后紧接着秦九上路3个人也反掉了 AG 的赤甲，而下路的话，小鱼和大帅2个人也可以反掉秦九的赤甲，然后双方互换了一个资源。差不多都是人数多的一方的边路可以把资源全吃。坦然这里还想看一看能不能用1技能抢，但是没太乙过来卡位置，他就看不了了，这看不了了。对，用一个1补了一个前排兵的尾刀。下路压力有点大。空空儿和苍这种在对线的时候打消耗是特别猛的，太乙下来协防了，得帮一帮。因为2边对抗路在这样的一个换线的情况出现之后，都过得不舒服。但夏洛特毕竟还是有一个1技能熏光3小剑可以去收个尾刀的，而狂铁的话手就很短了，他上去想要吃尾刀，你一定会被打状态。在塔下缩着。1技能补尾刀，然后吃1剑，还要吃个陷阱。又是一波赤甲的刷新，看这一波坦然1个人面对2个人能不能守一下？没守住，没守住，斩杀线没有人家公孙离2技能高。对。上路想留人，要逼下来交闪。9分这波闪交完，他在4分钟的时候是没有闪的。这波是秦九他把重心放在下半图帮狂铁抗压了，所以 AG 中野直接是抓了一个机会，看到你上路压的凶，上去逼了个闪现。同时还能控一个空间之灵。这就是女娲的优势啊，比海月还是要跑半途跑得太快了，快太多了。对的，他直接传过去的，飞下来，估计是要把线换回来了。但其实我可以发现啊，秦九他这里的话，风行抗压做的还不错。他的经济你起码吃发育路的
兵线，首先他比夏洛特高，然后其次就是他经济其实没被小鱼拉太多，他基本上没有怎么漏。是的，而且尾刀感觉都补了，对，尾刀补的是挺多的。但中轴现在这个强度还是 AG 要更高一些，然后女娲这个矩阵往这一夹，秦九也不好上去吃消耗去控制。秦九主要就是这个哪吒强线太弱，他只有让阿离过去抢中的情况下，才能够跟 AG 一较高下。哇，这波小鱼把直接动手了，上去打一波，九恒交出了大招，然后紧接着又吃到了一发诛灭，最终被忠义拿到1血。这样九恒的阵亡也就意味着4分钟的这条暴君秦九没法争了。因为他上路的位置他已经被打闪了，然后在河道这个角度，他想要过来看视野，就会被大帅开。对，上一波才把闪逼掉，这种时候又想帮下路，因为下路的话当时是有一个1打1的环境，1打1的环境，其他人都在靠，在靠的过程当中，小鱼是已经把末冷耗了一半了。而秦九的其他队友又是被 AG 拦住了。风行在上路跟坦然互交一波技能。这波九寒要来，小闪现过来了，交闪现，大招可以拉住，拉进去，那是杀了。在里面2技能回了一口，大招七星光芒剑用霸体和免伤规避了一波，然后出来，杀不了之后2技能撤走。刚好长生在门口堵了一个出口，坦然很细节。这一波哪吒又飞过来，又没撞死，正好一个2技能后撤拉开。很细节，真的太细节了。这过来3阴逮坦然，没逮到啊。先是风行跟坦然互交一波技能，对，换了波状态啊。这前面下路这里，九恒想要过去卡空沃尔，因为不想让他去支援。但仓那边1打1已经出优势，然后你这里卡又卡不住，直接就被开了。就他没想到后面还有2个。上下都裂了呀。主要是上路那一波抓坦然没抓着，属实有点可惜。被坦然细节了被坦然被动免伤加大招免伤全都扛了一波海月的技能。对，然后2技能又在哪吒撞他的时候直接拉开。哦，这把是有名字的，也就意味着有人看好秦九会是谁呢？没有吗？之前都是全体群友。哎，这波海月直接是拉远坦，但要被杀了。拉远坦的话，自己在里面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队友接？是，终于是留技能的，留了2个2技能，大招砸一下，但他也给了个复活，接了一手，然后平移的一发诛灭也没有能够收掉残血的九寒。那这样终于要吃一波集火了，自己2技能再顶一手，应该是回不来了。这波救的很及时啊，这手复活给的相当关键。对。当时终于特地留技能，然后出来之后要直接把海月给顶死的。他留2个2就要把他直接顶掉的。对，而且后面长生的话，女娲大闪想要去收九寒也没收掉，身上有个盾。这波进攻野区秦九是防住了。这波让秦九有时间让哪吒可以把经济再补高一点。对，还是要看安七的发育。这把安七只要发育的快、发育的好，在10分钟龙团的时候，小鱼的装备还没起来，有点打不动他。对，而且小鱼的站位，团战的时候基本会和长生2个人站得比较靠近。只要这种哪吒飞进去，长生和小鱼都得往后撤。过来抢左草。下路想要去留安七，是的，苍开大招，然后紧接着女娲过来，但是安七还好，他火种没有挂到目标身上，所以他可以直接飞塔。当时夏洛特想一直去跟风行打，不想跟安七打，但安七的话是没有摸坦然的，对，他一直没摸坦然，自己火种挂不上，就是随时准备防对面有人过来抓他的时候，他可以飞防御塔直接飞走。这也是很细节的哪吒带线的小细节。对，哪吒带线的时候你别打英雄单位。这波末冷上去消耗的小鱼很痛苦，直接打残了。想留狂铁留不住，再顶一下，但这个兵线已经残了，可以吃个血包。风行用满了，
但上路如果 AG 暴露太多，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到下半图的话，那这条小暴君清酒是可以找机会拿的，还可以把下塔给推了。对 ，AG 是留了小鱼在上路推上一塔。 这条暴君，小暴君一拿，然后要回防自家红野区。如果 AG 要强行打这个红野区的话，狂铁把视野一照，哪吒就能飞过来，直接去找后排。对，所以 AG 这波红野是不敢反的，直接就走了。而且这一波如果要打的话，秦九还带个小暴君 buff 呢。对的 ，AG 这个阵容暂时还是要拖一下坦然、长城和小鱼3个人的发育的。目前这个阶段，小鱼他没有破晓，其实打团的时候是很难去处理秦九的前排，对，耗不动人。 现在黄盾的收益是真高啊！上野基本上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英雄都在出这个装备，想要去耗一波。是的，他以直接闪现出去的话，那这波哪吒飞进去哦，还好2技能可以退回来。云炫想试着留一留，再顶一下，袁坦靠进去，九寒被迫交大招，只能把袁坦拉进去。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出口谁能守得住了。空空儿过来。 换个位置，赶紧回到自己的野区。出来的袁坦大招往队友身边砸，然后这波狂铁过来之后拍了一下仓，大招开一下，但自己要被追着点一落，再回头一个技能回了一口血，一个闪现推到队友的身边，然后你太乙给个复活接一下，女娲这一发诛灭还是没有能够打到他，然后紧接着小鱼是被哪吒给带走了，公孙离过来之后最终被空空儿一个位移躲开了，然后你的夏洛特进场之后收掉了一个太乙真人，自己没有被狂铁给拍起来，2技能还能退走，能让2技能挂了个冰降去粘坦然没有粘到。 这个团战就是打到安七后面第2个大招好了，就直接在这种后续团战里面把一个仓给撞死了。打完之后都要整理一下，暂时都摸不了这条暗影暴君。是的，都要去整理一波野区，然后再等各自阵亡的人复活，再出来打这个黑暗暴君。啊、给莫冷的公孙离拿个红。 但是 AG 的这个红刷新还有10秒 ，AG 先过了中，可以先把右侧视野占住。对。AG 这个阵容还是要小心一下，别脱节。这段时间里 ，AG 打这个龙团还是比较吃亏的。小鱼他没有破晓，经济上还差好几百。对。 这条龙已经到15000的血量了，最后要拼了。龙拉出来，空空儿炫一波，龙拉脱战回血了。但是空空儿已经把大交掉了，狂铁在旁边上去激活打一波，把坦然的下路给处理掉。然后紧接着九痕在龙坑里被处理，然后九痕大招拉了一个进去之后，自己出来的话，身旁只有一个公孙离，看狂铁能不能帮忙守个门。出来的九痕还是被小鱼给处理掉，拿到2连击破，想继续追击打狂铁的话有点困难。但是下路这波女娲跟过来，贴脸一发诛灭，自己想走，最终是被公孙离给换掉了，人头是被大帅的空空儿给收掉。这波团战小鱼打得非常好，他的位置输出位置找得很刁钻。 他卡在一个龙坑上面，卡在龙坑上面时候是一直在上疯狂打输出，又是把龙拿了，又是先收了太乙，然后他一直在那里还守着人出来继续打，后续完成追击，这个团血量都没掉。这秦九这一波他想把龙拉出来之后，然后卡一个龙的血量极限把他 rua 了的。对，但是大帅他其实他这种空空儿在当时这个大招开的时机很好，他卡九寒的海月想要上来拉中翼，想上来拉中翼的时候，他直接去往海月的方向给控制。 给了个3种藏仙，对，这一控的话是连带着把海月边上哪吒也一起控了，然后这段时间龙当时卡的那个身位又是一个处在拉脱边缘的位置，对，直接就被拉脱了。公孙离2技能挡诛灭，然后把红保住，当心。 AG 刚才那个团战上面社服2人打的真的技能还有输出位置找的都特别好，对，大概还是很有想法的，在龙坑那里面。他上场比赛的时候，那个蔡文姬也是一样的。他思路很清晰，知道在那种情况下，秦九谁会最先让自己这里打的难受，其实就是海月把中翼拉走。对，就龙团辅助位的拆火真的很关键，他的控制该给谁，什么时候给，然后才能够让自己的打野在或者说自己的队友在跟对方拼龙的时候收益最大化。狂铁想绕后，被坦然的夏洛特找出来了，被看到的话就得走了。 这时候哪吒已经在下路漏了 ，AG 可以先把中路线给过了。到时候哪吒要去过中，但是哪吒随时都可以飞过来。没错。
继续找位置，把海月的位置给找到了。那 AG 知道你中路只有一个哪吒，上路先压一波，把二塔可以推掉。公孙离想找机会消耗一波夏洛特。听到了一声奔狼响，九痕带着人过来冲一波中左，然后海月给大刀拉完了，但是在 L 草的位置也进行了一波博弈。夏洛特这一波贴到了莫冷，上去一波集火带走了公孙离，而安七的话也是个残血，仓跳射一波闪现拉开距离，避免被太乙给控。空空儿往前挤一下，而在中路的位置，九寒出来以后，最终还是被拿下，是长生和钟毅两人带走了他。这波秦九打的有一些没怎么管 C 位，当时太乙真人带着人冲的时候，自己家的公孙离在另一边也被 AG 的人给冲了。对，大帅那波过去之后是冰甲配合坦然是控到了莫冷，把莫冷的公孙离控在了这个 L 草的位置。对，让莫冷的输出环境很差，然后小鱼就在自己队友身后疯狂打输出，而公孙离这边是一直被追着打的。对，然后九痕这一波带着九寒冲这个草，我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你就算是冲到了中艺，你能够把中艺杀掉吗？杀不掉。然后你那个龙的血量进斩杀线了吗？也没。那这波就没必要冲。对，这波还不如去围一下公孙离，保他一个输出环境。对，到后面强行过去就交了一个复活，把公孙离捞起来，其实也有点亡羊补牢了。是，那种位置基本上死了再起来也是死。承蒙厚爱，物归原主。来，空空儿上去三个长签，继续转，但都是前排。这波冰甲冰了一下，元坦顶进去，但是哪吒这波直接冲后排，但是没有足够高的伤害可以喂到仓，仓主回头反点，哪吒这个位置是一撕，太乙真人给一个复活救一下这两个人，但是队友也只能把他俩全卖了。夏洛特回头再给个七星光芒剑，又划掉了安七，带走了野辅之后，秦九还有3个 ，AG 可以理一波线，上路有一个大龙兵。给高地压力，看莫冷、九寒和凤行3个人能不能扛得住这一波 AG 的推进了。很难受，空空儿大招也好了，而且身上还有个晕眩。下路也有2波龙兵，上路还有1波龙兵，这波只能出来之后强打，但是空空儿又给了个大招转一波，海月给他拉了一个进去。但是在里面被元坦追着打，而在外面的狂铁已经先被仓给点死了，然后出来之后的九寒也被小鱼给击杀，小鱼2连击破，剩下一个公孙离被钟毅给拿下之后，一波顺势破掉局局，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3比1获得比赛胜利，拿到了年度总决赛的第5个积分。